大家好，我是冷军。千古文人侠客梦，一代宗师胡金铨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当年这部票房失败，由胡导自费送去戛纳电影节参加评选后，却一举斩获了最高技术奖的《侠女》。明朝年间，没落书生顾省斋在小镇经营字画铺，靠代写书信春联、绘画山水人物为生。为了节省房钱，他跟母亲不得已居住在人迹罕至的静鲁屯堡。可这里屡经兵灾战祸，早已破败不堪，更像是孤魂野鬼流连之所。顾母恨铁不成钢，时常念叨让他参加科考，为此还专门请来算命先生石瞎子算了一卦，说他今年文曲星动，应该去参加乡试。可顾省斋不以为意，睁眼的为啥要听一个瞎子的？况且他没有什么远大抱负，只想混个一日三餐，等将来存点钱再开馆当教书先生。顾母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30多岁的人了，穷的连个媳妇儿都娶不上，为什么？但等有缘人呢。有缘没钱白搭。然而很快他的有缘人出现了。顾省斋家对面曾是镇远将军府，如今只剩断壁残垣，荒草丛生，还传闻闹鬼。近日他总听见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，他一向不信鬼神，便径直跳了灯笼，想要入内一探究竟。院中阴风阵阵，芦苇丈高有余，房屋蛛网密布，内里空无一人。顾省斋挑灯四处查看，竟发现房中设有机关陷阱，随后又在后院发现了铁筷子模样的暗器。看来那叮叮咚咚的声音便是由打造此屋而产生的。忽然屋外传来异动，只见院墙之上有个人影上蹿下跳，恍如鬼魅。恰逢电闪雷鸣，气氛更显诡异。顾省斋提着一颗心追赶过去，却被突然出现前来寻他的顾母吓了个魂飞魄散。次日天明，顾省斋从殿中翻找出符纸，还自制了一把木剑，准备再探将军府。门却忽然自己开了，从内走出来一位姑娘，面若桃李，冷若冰霜。顾省斋以为是鬼魅，持剑就要劈下，旁边又闪出来一人，竟然是顾母。原来姑娘姓杨，与老母亲刚刚搬进对面，靠胡锡箔纸为生，想必也是为了省房钱才住进那个鬼地方。顾母见他们穷得吃不起饭，心生怜悯，便送了个针线笸箩过去。念及那娘俩无依无靠，顾母忽然想了个好主意，何不干脆将杨姑娘娶过来一起过日子？他们家一贫如洗，想来定然不会拒绝。可顾母一腔热情却碰了钉子，杨姑娘断然决绝了提亲，称有难言之隐。顾母心中不快，认定他是嫌自己家贫，更加催促顾省斋赶紧考取功名。杨姑娘虽然拒绝了婚事，但依然时常来顾家帮忙，只为报答顾母平时的救济。这日天大雨，路过的算命先生石瞎子摔了一跤，磕得头破血流。顾省斋母子听见呼救后，赶快跑出来，将他就近带到了将军府避雨。杨姑娘也赶紧出来帮忙，最后石瞎子没事了，顾母却因为淋雨生了病，杨姑娘便留在顾家帮忙。顾母趁机使用苦肉计，一心想让她答应给自己做儿媳妇，给顾家延续香火。杨姑娘于心不忍，又面露难色，只因她目前根本无心儿女私情。顾省斋也非等闲之辈，他早已发现算命先生石瞎子与郎中鲁大夫都与杨姑娘相识，且三人又都与刚来镇上的东厂人士欧阳年颇有渊源。只是顾省斋不知道，那天石瞎子并非自己摔了一跤，而是差点被欧阳年谋害。也不知道欧阳年甚至还潜行至他家中，与杨姑娘打了照面，还差点交手。杨姑娘见自己行踪已然暴露，想必无法再次久留，而她还欠顾母恩情未报，于是将顾省斋引到一处偏僻地，并让他晚上来将军府见面。夜里，顾省斋依言前去，琴音悠悠，歌声袅袅。月下凉亭，佳人独坐，头簪素花，于茫茫芦苇掩映之中，悠悠唱着月下独酌，醒时相交欢，最后各分散。永结无情游，相期邈云汉。一曲毕，他仍如月光般清冷淡漠。二人默契的谁也没有说话。电闪雷鸣，云雨欲来。次日晨光微露，欧阳年不知何时竟已潜入进来，想要捉拿杨姑娘。顾省斋刚想打招呼，就被两人推到一旁。眼见欧阳年从腰上抽出一柄软剑，杨姑娘也从袖中亮出一柄短刀，二人刀剑相拼。屋里过于狭窄，欧阳年施展不开，便将杨姑娘引至屋外开阔之地。但他没想到，原本出自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如今与他近身作战却丝毫不逊，
几个回合下来，欧阳年竟落了下风，于是飞身遁走，而杨姑娘也紧随其后。两人飞檐走壁，你追我赶，上下缠斗。一头雾水的顾省斋追了一路，却体力不支，栽了个大跟头。他奄奄回到店铺，就被县太爷请去了县衙。他惴惴不安，到了才知，原来只是请他前来画一幅通缉令。他一颗心刚要放下，却在打开卷轴那一刻又悬了起来。那被通缉的在逃犯正是杨姑娘，她本名杨慧珍，是左副都御史杨涟之女。杨涟是当年东林党的大官，他上书弹劾宦官魏忠贤24条大罪，以及东厂种种不法行径。不料奏折被东厂截获，随后假借圣旨将他骗入诏狱，陷害他克扣军饷，严刑拷打致死。只有杨慧珍跟他的奶妈逃了出来。顾省斋心中震惊，却不露声色。随后有人来报，东厂千户来了。县衙上下立刻开中门迎接。顾省斋躲在一旁，发现那人正是落败的欧阳年。他下令毁掉通缉榜文，因为就凭衙门几个捕快，根本抓不到杨慧珍，反而会打草惊蛇。另外，东厂监军即将来此开府，让县令好生准备。顾省斋得此消息后，立刻赶回家中安排母亲逃走，随后跑去给杨慧珍通风报信，没想到却只撞见石瞎子。两人谈话间飞来2个刺客，石瞎子也不瞎了，抽刀瞬间将其斩杀。可随后欧阳年赶来，用暗器将他射伤，幸好杨慧珍送走了奶妈后及时返回，这才将其救下。顾省斋念及他与杨慧珍情同夫妻，自当患难与共。谁知杨慧珍却冷漠道：“你我孽缘已尽，不必再提。”实则也并不想他牵连进来，况且拼命之事，他借书生恐怕也有心无力。顾省斋却直言道：“拼命是匹夫之勇，有勇无谋难成大事，以寡敌众，只宜智取。若是信任他，愿效犬马之劳。”杨慧珍想到自己如今身患绝境，有人肯帮忙，哪还有资格不信任呢？于是将自己的往事一一道来。原来当年石鲁2位将军为保护忠良之后弃官逃走，护送杨慧珍一路逃往边塞，途中遭遇欧阳年带队截杀，幸而慧远大师出手相救。他本不管俗世之事，但在他的地界不允许杀戮，不管是东厂鹰犬还是忠良之后。随后他将杨慧珍带入寺中避难，期间2年，杨慧珍跟随大师学了不少防身之术。然而没想到天下之大，却再也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。如此穷乡僻壤，依然躲避不了追杀。杨慧珍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他打算趁其不备，中途截杀来军。顾省斋却拿出个靖鲁屯堡的详细地图，建议他们占据地利，以逸待劳。他自幼熟读兵书，略知布阵之法，只要杨慧珍能诱敌深入，他便有办法瓮中捉鳖。此时欧阳年已经来到山上，等待与东厂指挥门达派来的人接头。顾省斋告知众人，坚决不能让他们搭上线，接着带着杨慧珍等人前往竹林截杀。来人是门达的2个近身侍卫，武功十分高强，不能与之硬拼，只能智取。待他们与欧阳年接头完毕，分头离去之时，杨慧珍等人先是对付稍显弱势的欧阳年，然而他行动迅速，3发箭矢均被他闪躲开来，最后中了杨慧珍的暗器，拍马逃遁。杨慧珍跟石将军紧追上去，却陷入那2名侍卫的夹击，4人拔刀两两相抗，刀光剑影难解难分。顾省斋跟鲁将军后人在旁无法用弓箭相助，只能屏息以待胜负。看来杨慧珍深深记住了顾省斋所说的诱敌深入，利用地利，以逸待劳，高深莫测，成功将敌人杀了个出其不意。凄惨的欧阳千户则带着一身重伤返回县衙，让县令代笔书信一封，速速告知门达大人，附近有东林余孽潜伏，祈求他暂时别来。口述完后，欧阳年瘫倒在侧，吩咐不允许任何人前来打扰。他吃了伤药，需要静养，暂时不能动弹。谁知转眼鲁将军假扮的大夫就被请了过来，原来县令竟也是东林党人。欧阳年心知自己必死无疑，干脆最后奋力一搏，死了个干脆。他的印信落在了顾省斋手里，他当即另起一封书信，快送至门达手中，告知他一切安置妥当，恭候大驾。门达很快带着200个番子前来，准备驻扎在靖鲁屯堡，但要先等欧阳年现身。由于上次的消息没有传递出去，门达大人并不知道杨慧珍等人具体情况，敌众我寡，攻心为上。顾省斋准备散布谣言，扰乱军心，就说靖鲁屯堡闹鬼，而最佳散布人选就是顾母。很快寡妇小儿酒肆茶馆，口口相传，流言四起，神乎其神。不过门达却不吃这套，他向来不信无稽之谈，更不信鬼神，在他看来倒是鬼神怕恶人。顾省斋听闻后，便又将欧阳年的尸体送了过去，
门达大人当即脸色大变，随即责怪县令失职，要拿他问罪。县令为求自保，告诉了门达一个消息，称杨惠珍与石卢2位将军正在将军府秘密召集山贼草寇，图谋不轨。于是门达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带人趁夜将其一网打尽。然而里面早已布置好了各种机关陷阱，就等请君入瓮了。他们就如同当初夜探将军府的顾省斋一样，一旦心中有鬼，便草木皆兵。侍卫们更是自知平时造孽多，杀气重，鬼神之事宁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于是3人成虎，队伍很快人心惶惶，溃不成军。众人四散奔逃，门达所在轿辇也被扔下。杨惠珍看准时机，飞身上前将他逼出轿子。不过他不是门达的对手，石卢2位将军轮番进攻也都失利，于是只能打伏击战，先分散除掉门达身边的守卫，之后再将门达单独逼入室内。殿中是杨连牌位，他一时心虚，不慎落入陷阱，一番殊死搏斗过后，最后被杨惠珍一举反杀，鲜血刚好溅落在杨连的牌位之上。次日清晨，顾省斋羽扇纶巾，登高睥睨，仿佛诸葛在世。这是他30年来从未体验过的酣畅淋漓。没想到自己仅凭几人之力就剿灭了敌方200之众，他狂笑不止，一一回顾自己设计的机关巧计。随后来到杨连牌位面前鞠了一躬，不想踩到了门达的尸体。随后发现鲁将军也牺牲了，师爷也死了，所到之处一路失衡。顾省斋惊骇不已，最初所有的得意瞬间烟消云散，他又变回了那个稍显懦弱的书生。慧远大师带着僧人们将所有尸体掩埋，而顾省斋一心只想找到杨惠珍。他不听母亲劝阻，跋山涉水数月，终于来到慧远大师所在的寺庙面前，却发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襁褓中留有一封书信，正是杨惠珍的亲笔。原来他已经决定遁入空门，这孩子便是杨惠珍报答顾家的恩情，延续顾家香火。顾省斋无奈抱着孩子返回，路上疲劳休憩之时，一路过的樵夫认出他是朝廷的通缉犯，看着巨额悬赏，他柴火也不要了，一路狂奔，找来了附近巡视的东厂之人。慧远大师早就算到顾省斋有难，便对杨惠珍说：“你俗念未尽，先随石将军去吧，等我自己修成正果再来渡你。”石杨2人很快赶来营救，只是没想到解决了一批，还有一大批人马。为首之人正是新授锦衣卫北镇抚司徐显纯，他武功更为高强，出手也更为狠辣。石杨2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慧远大师不得不带弟子前来解围。看来不仅是杨惠珍俗念未尽，慧远大师也一样，他无法眼看忠良之后被奸臣贼子残杀。徐显纯见他决心包庇，便撕破礼帽伪装，声称他窝藏侵犯，要将他一同捉拿归案。徐显纯直奔慧远大师而去，却不料被他一招夺下兵器，并徒手掰断。徐显纯不服气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进攻，都被慧远大师轻松化解，最后将他制服在地。石将军见状要冲上去除之而后快，大师却说他念未满。他跟徐显纯耳语了几句，见他似乎有所感化，便携众人离开此地。然而没想到半途中，徐显纯竟带着儿子们跪伏在地，说自己杀戮过多，噩梦缠身，请求大师收留，否则长跪不起。大师一向普度众人，他上前搀扶，却遭到徐显纯的偷袭。随后慧远大师一指击中徐显纯的脑门，他顿时眼冒金星，意识混沌不清。慧远大师拔出暗器，流淌出的竟然是金色的血液。他缓缓走入一片茫茫金色中，而徐显纯眼前一片血红，癫狂般的将自己的儿子误杀，又神志不清的朝慧远离开的方向追去，最后跳下悬崖摔死。日落西山，慧远大师周身仿佛笼罩着佛光，最后他悠悠伸出手臂，给大家指出前行的方向。《侠女》这部电影历时3年拍摄，其中净鲁屯堡的搭景都花费了将近1年。慧远大师圆寂时，太阳落山的这一个镜头就等了7天。胡金铨导演力求每一处光影都要完美，他会等太阳落山，等芦苇长高，这般的耗材耗力惹得投资人不快。上映后票房口碑也都不尽理想。最后胡金铨导演决定自费送去参加评选，没想到一举斩获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，将中国武侠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。胡导受传统戏剧影响颇深，可以发现影片中的人物走位追光，以及时而紧张悬疑，时而恢宏大气的背景配乐，都源自于戏曲。武打场面也并非专业的武术，是专门请京剧舞蹈师韩英杰做的动作指导。胡导明清史学深厚，服装道具布景都考据严谨，每一帧画面都精雕细琢，匠心独运。
在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武侠电影一度被视作低俗文化产物，而胡金铨导演运用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审美，将武侠电影推向一个新的纪元。然而最无可替代的，要数他独有的那种气度。李安导演曾说，胡金铨导演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气韵，还有空间处理的美学视觉感。在他看来，这比武打更重要。于是就有了后来《卧虎藏龙》里玉娇龙与李慕白经典的竹林对决。好的作品发人深省，具有灵气，能激发更多的艺术创作。致敬胡导，致敬每一位独具匠心的电影人。我是冷军，下期再见。